学们，好消息！从今天开始，爱的休学旅行将迎来1周4连更。周一休学日记 PD 娱乐，周二正片，周三会员加更版，周四正片惊喜加码，每天都是甜蜜暴击哦。太美了吧！今天天气是我们到的最好的日子。哇，你看后面那个山其实很漂亮，好壮观啊！我坐在这边好吗？好啊。没有，你远一点，远一点。哦，我还以为你要我过来跟你坐。OK。OK， 加油了！一定要从很远拍过来才美，但是不太好看。你拍那么久说不太好看，浪费模特宝贵的时间。要赔给你了。对啊，一辈子赔给你。一辈子的爱吧。羞羞猫，羞羞猫，哦，羞羞猫，嘿嘿，你太厉害了。我可吃劲儿了。哦，它2个穴位，一个脑袋，一个就这块儿。哈哈。哎，你看它，哎呀，太亲人了这只猫。哎呀，哎呀，没骨头，没骨头，哎呀，我发现你真的讨小孩动物喜欢。哇，太吓人了。看没看见？广州天马服裝城，来，要买点啥？随便看一看，看一看。喂，埋嚟睇啦喂，埋嚟揀啦喂，这感觉像过年了，卖年货的似的。那你们怎么睡呀？为什么你们要4个枕头？对啊，因为小明睡觉平均需要5个枕头。要夹着吗？我左边要夹一个，右边要夹一个，然后自己要有一个枕头。没办法，他腿长，他夹的也要2个。但他没有腿的地方，他也要枕头。如果我这样抱着，不是面前有一个空档吗？我不喜欢看到前面，我拿个枕头放到我面前。你是不喜欢看到他吗？哦，我们真的不是挑事我。你知道我每天睡觉晚上跟他 battle， 就是能不能这个枕头不要放这里，就我们中间一直有很多枕头。你们夫妻感情之间的障碍原来是枕头。哦，对，他真的因为这跟我吵架。好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女孩还是男孩都有这个习惯，就是他在这躺着睡的时候，我的安全感就是腿搭他身上这一下。哎，你等一下，你是那这样，你是这样子，还是你是这样子？我是怎么样的？比如说，他就是这样，手会搭到我肚子上，然后就巨沉，我就感觉我要窒息了。这不是安全感吗？这不是安全感吗？对呀，我就这样子啊，对啊，然后睡这里。两口子睡觉不就这样吗？对呀，对不对？对呀，这个就是我人生最舒服的状态。对呀。哎，然后还有一个事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啊，就你的左手，如果你想这样子，是不是应该放到底下去？是啊，要么这样，不让我放底下去。你试试看，睡觉这里更一个。那我这手咋办呢？要不然是这样子的，要不然是这样子的。不是，那我这手我难道是砍掉它吗？那你就不要抱啊！不是你们觉得这个不幸福是吗？没有说不幸福，只是不舒服。你们不舒服，但是我们又舒服又幸福。我们去吃饭了，我们去吃饭了。救救我！怎么会在聊这个话题的？
就被你们这个床给弄的。哇，向日葵！哇，今天这个早餐太棒了吧！啊！怎么了，哥？一天的电量已经用完了。姐姐，你不知道我们打游戏那个时候，一维哥有多开心。来双排啊，可以啊，可以啊。哎，你输出，我被胖子给吸引火力了。你在背后偷塔。我接力。那你可能需要学一下这个游戏怎么打了。你要学一下辅助怎么打。我真的非常明确的知道，我对打游戏一点兴趣都没有，一点天赋都没有。试过操控他，他走不回来，我不知道怎么就老一直在那撞，在那撞墙。所以我们情感关系当中，需不需要为了对方真的去做一些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我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就是为了他来的，就是为了他来的这段节目。所以什么样的点会让你觉得哦，我要跟那个丹姐一起上的？我们俩一起，他说要上这个节目，那他觉得这个节目很重要，然后我说我建议不要上这个节目，然后我们俩一起在西湖边坐着聊了几个小时吧，2、3个小时。那我也跟他讲，我说为什么我不希望参加这样的节目，最后达成了统一的共识。他会担心说，人家的那个盛情会不会被伤害？因为人家是很一片真心的希望我们2口子来这个节目。我说不用担心，我专程的去长沙拒绝他们。去到长沙跟他们见面，明确的说拒绝，以及为什么拒绝，为什么我这么抗拒综艺节目，这么抗拒把真实的我们夫妻的相处拿到节目上来，我的职业背景造成我很抗拒把某些东西拿到台面上来。我很真诚的跟他们分享，说完了之后，他们表示理解。就我回到了杭州之后，我跟他说，我说我拒绝的很好。他虽然一声叹息，有点遗憾，但这事儿也就过去了。真正的点是第2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他跟我说他心又悸了，他又做了个梦，他很遗憾。他说完了之后，他正常的陪女儿吃饭，送女儿上学，做一切他的工作准备。我看见了他的那一点点的那个失落，或者说遗憾呀什么之类的，不知道他该怎么形容了。我忽然就觉得行，前面是悬崖我跳了，没那么夸张啊，就反正一定要往这边走，那就走吧。你说我准备了什么，想了什么后手都没有，没什么可准备的。没有，其实他漏了一句，我觉得我这辈子都会记得的一句话。他说：“你身上没有光了，这个不行。”哦。而且最主要是那时候我跟他说：“我说周先生，我会觉得我已经42岁了，我觉得我如果这一次咱们今年我既然起了这个念心，我就付出一下。如果真的过了劲儿，我就觉得我可能就不想再付出了，可能我的主持事业或我的这个事业就真的可能到这个就差不多结束了，该退休了。但那个劲儿，我觉得我很想再开始，倒不一定要这个节目，但其实我觉得这个节目也确实很好。后来他就观察我，可能自己没有觉得，他观察到了。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志向万千》。大家说我走的怎么样？快一点！欢迎来到《我爱这歌词》的录制现场，我是朱丹，我是越跳越美丽的班主任朱丹啦。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朱丹。不管你的梦想有多大，中国梦想秀帮你达成专属于女人的视听盛宴。中国最强音倒计时冲刺正式拉响警报。转眼之间到了2015年，我们在成长。大家好，我是朱丹，我叫朱丹，是一名节目主持人。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百家宴的现场。那我们是来自于爱的休学旅行的休学团，我是朱丹 ，Hello。我支持她复出，重新做她擅长的主持工作。女人不容易的，女人生孩子、养育孩子，确实需要花更多的精力。现在孩子大，想出来工作，这样的一个邀约就是很好的一个出来的契机。她的心力、智力、脑力、体力，以及她的能力，她都应该出来工作。我当然愿意支持她，没问题。他在意你身上有没有光，所以他就一定能让你发光。你们看，丹姐在发光。我刚才那个发言 top 了。反正至少他这几天的身他是冒光的，对，滋滋往外冒，太阳，蹭蹭亮。看这表情，这表情。你们会越来越好。谢谢大家。但真的是因为遇到你们，真的，真的是。哦，那天他说那句话我很感动的，莎莎。敦煌第一站他不说了吗？说如果我从前碰上的身边的朋友都是你们这样的夫妻，我就不恐婚了。哦，那句话其实打动我了的。就是我借这句话来说，我说这些人还真的挺就是气场。对。那边量子纠缠，他这个都对了。那咱们就是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因为什么事儿而流泪过？其实我感觉我很少哭。我外婆在我30加的时候去世了，然后自那以后基本就不哭了。爱情里面我也觉得就是要单身了好几年，然后4年我也觉得很难有人能走进我的心，我也很难就是看到一个人，我觉得好像能走很久，我就这种感受特别难，然后包括共情能力我都变少，就是很难有在意的人了，就是能够牵挂又有链接，就是因为我感觉我肯定是有出了什么问题，有什么障碍，就是有了那种障碍才哭不出来，因为我本身应该是很感性的人。包括前2天，就是你们都在哭，千玉也哭得很伤心，你们每个人都被勾着。我是女的吗？就是我也觉得我不是女人了，我的眼泪都没了，然后感觉心门被关住了。好开心，你似乎打开了一点点，真的。但是潇潇还是因为她很纯粹，然后能够让我有眼泪的。你说说，我上一次哭，就我初恋，就是送了我个项链，然后那项链其实也是我第一个礼物，就是人生中第一个礼物，就是在我俩感情初期的时候，我偶尔性也会戴这个项链，跟我合照还戴着。在上一个月还是上个月问我，就突然提到说你这项链是什么？我就说初恋送我的。我想你跟我交往以后还天天戴着这项链。你在哪个情节哭的？我就是知道是初恋，我那一刻我眼泪吧嗒滴在了下面，我说我哭了，就是反过来的一个哭，感觉好像挺受伤的。而且我本来就是个敏感的人，因为我就不喜欢那个项链，我总觉得我在抵触它什么，我觉得它好像背后有什么故事。我现在好想知道后面这个事怎么解决的，我替潇潇捏了把汗。因为当我说出这个话，我就跟他说坦白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就
就怎么说那句话，就我不会再戴它了，所以我会坦白说，我会告诉这个项链的来源，然后就扔了。真把那个项链扔了啊？他说他要扔，我说你有何必扔呢？但潇潇，你为啥要戴呢？这个我不懂啊。你为啥一开始带着那东西吧？跟姐姐们解释一下。不光跟姐姐们，跟哥哥们也得解释一下。你解释，这。首先，我对于初恋肯定是完全没有感情了。然后，首先可能他给我的意义，除了初恋送的，还是我人生的第一个礼物。然后那个礼物还是我指导的，就是你这么做，这么做，然后就带着了。因为我记得他说过，他是不是小时候爸妈不给他过生日，是不是？我从小到大，就是我可能家里都不怎么过这个生日，所以当我认识他之后，他给我买了第一个蛋糕，上面有几个小奥特曼的，对，那小奥特曼我现在还在今天车里的包里。所以他的那个意义不是说女朋友，而是他自己给自己人生的第一个礼物。所以他只是在意点是有人送我礼物了，但这个人不重要，礼物才是那个根本，对不对？对。其实这很复杂，我就是不复杂了，可以了。会多带莎莎送给你的东西吧。他这样他会很开心的。不是跟这没关系，主要是我这个人。弟弟，就是这么说，你以后就是这种，只是一个逗女生开心嘛，对吧？是你以后要做的事情，就是建议大家给你的一个建议，可以建议大家给你的一个建议。不是，是。你现在茫然什么呢？一开始关于人生中哭，我突然他就哭了，不是，他就以姥姥为话题，我就给我这个问题有点上升。上升从就跟姥姥等同了。啊，他有压力了，然后又看莎莎哭了，他心里也不得劲儿了。啊，对，不是上升高度，也没有上升，应该说是他重温到有一个人能够延续他那份空缺了，因为姥姥离开对他而言是很大的一个空缺，当然可能会给你一点压力，因为他的确实你们俩的位置放得很重，你不用把自己把姥姥那个等同起来，只是因为你柔软了他，所以他会慢慢再能把自己打开来，但是没有把你等同给姥姥，真的，你别给自己压力，我们没有任何人给你的压力，对，不是这种意思，对。不是上升，可以没有任何关系，谢谢大家给你的建议。我就完全懵了，当时因为外婆去世了，她关闭了心门，再次哭了之后，就是因为那个项链哭。我在想，这在外人看来是不是一件连锁的事情？话题严重性等同于说。我再也没哭过这件事情，上一次哭就是外婆的过世。是怕什么呢？我怕挨骂。我们出去一下。可能这段时间来，我也就挺胆战心惊的，生怕我说了什么错话。如果那个项链的故事这么展露出来的话，挺让我没有自信的。我会害怕这些争议。其实我见过，就网上被网暴会怎么样，但是没有当过第一人称的效果是什么样的，挺害怕。其实。潇潇，怎么了？我要不行了，我感觉。我感觉我要不行，完蛋了。其实事儿不大的呀，事儿是小事儿，对不对？事是小事，事是不是小事跟没关系。我一开始不想上这个节目，就很大，就会发生这种事儿。现在也很乱。
兄弟们都懂，也不会想其他那么多人看到的，然后对他来讲应该这个压力更大。你看我们也不会过多的去过问，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去调节这些情绪了。没有，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我不知道弟弟的点在哪儿。没想到姐姐莎莎会哭成那样了，她怕自己凑声，或者是不是怕节目播出想错话，对不对？有可能有点担忧了。可能也许的确他没怎么见莎莎哭过，所以一下看到她哭有点不知道怎么办。是的，慌了。就是我在初期的时候会觉得，我真的跳步跳得那么厉害吗？我真的会这么难，说的话那么难理解吗？后来我理解了，是的，确实是，那就拉倒呗，然后我就不在意了。他太小了，没有什么，就是我那个时候也不会说。周先生，哎，你作为哥哥，你去问问他们呗。好。对啊，你去问问他们一下吧。May I help you？ 一伟哥，帮帮我们吧。怎么了？出啥事了？刚才那段真人秀表现得很糟糕，那就很糟糕呗，有什么关系呢？如果被骂的话，是以年为算的。是。就刚才，你是怕被骂？怕被骂什么？点在哪？怕被骂。上一次哭是姥姥过世，再一次哭就是因为我吃里扒外，我处着这段恋爱，想着初恋的故事。然后让他哭。哦，你是这么理解的？是。那你是吃里扒外吗？不是。这么完了吗？可是节目播出来，我刚刚给的反应就是在想这件事情。然后，但是如果别人外在看的话，这是两个事儿，把它说成一件事。不是，你现在在想的是一个恶意剪辑的逻辑，那就没边儿了。其实都不是剪辑，就是他这段整段放出来就不太对。这就是你担心结果的问题。那刚才我说我看到的是，你解释了那个是不叫吃里扒外，你解释为什么不叫吃里扒外，那是另外一段回忆。那如果你对于瞒着他在记忆你的初恋，同时跟他恋爱，当然是有问题的，说明你不够忠贞，不够纯粹，不够洒脱，巴拉巴拉巴拉等等。但其实你没有，所以他本质上不在意，知道的时候就不在意了。之前是在意的是他充满了这个想象，也许你还在回忆从前，然后你们俩之间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OK 了，你们俩之间有没有问题？这才是我最在意的。好，姐哥，因为那个感情被骂了，是怎么样？你有想着？想他干啥呢？你被骂不是他又没在你床底下生活，他骂你的点是你的问题吗？是你就改正，不是你就别听了呗。人生啊，控制你能控制的那点玩意儿。你们俩 O 不 OK？ 我认为是你可以控制的，是最重要的。这个东西没问题。别人山呼海啸，为什么要有家庭？其实就是一个自己的港湾对抗整个世界。如果世界对你友好，拥抱它；如果世界对你恶意，你有地方可以躲开它。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所以这事儿其实不要担心那些你控制不了的事情，没用。天会不会下雨？有可能会，跟你没关系。选择你自己的姿势，以你自己的方式过你的一生。你再怎么解释都没用，这是我认知的一个，牛顿第8定律。谢谢一伟哥。小事情，小事情。哎呀，好了，5分钟，我们出发。好。我觉得一伟哥说的对。我问他因为感情受到非议的时候，他怎么想？他说：“我俩幸福就行了，这些也改变不了。不管怎么做，哪怕做的再完美，也是会被骂的。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我要少一些杂念，专注眼前的事情，专注于爱莎莎嘛。”我先回去。
OK 了 ，Let's go， 准备东西，上车走吧。姐姐是最好的姐姐，真乖。弟弟也是最好的弟弟。好。出发了。哎，从小就。对不起。哦呦，真的好像。哦，怎么了？他像还是我像？你怎么丢泪了？困了。你怎么掉眼泪了？他也像，怎么了？怎么了？老上海的。对，怎么了？怎么了？你们是拍一组。其实当时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感觉很内疚的。我当时一直在想，我会不会被骂，然后但是忽略了他当时的感受，所以也想对他说对不起，道歉，然后忽略了他的情绪。修沟，修沟。真的，你们修沟。哎呦，上。看到他哭，我吓一跳。当时我也觉得特别心疼，就是我很心疼他，但。梦湖了啊，有草原上那个追马，然后还有我们也可以骑马，天然哇哇，哦，真的好美，瀑布是真瀑布哈，也是瀑布，看到了，好美，好好看。哇！快到了，快到了，过了这个山头应该就到了。我们已经进入赛里木湖界了啊！哇，赛里木湖，真的好美哦。好漂亮！前方我们就到达赛里木湖了啊！
大家那个拿好厚的衣物啊，防风的衣服啊，都穿好，马上就到了。到了！哇，我们下车啦！耶！我的赛里木。你先高宇先。踹。太丑了。也还行，还行。我照做一下啊！哇！哇！又来了！今天晚上谁给他备一颗药吧？头疼药啊，什么感冒药的，先给他备着吧。嗯。不要过来啊！简直了！哇 Let's go 啊，老师们！出发 Go！ 大家好 ，Jackson 嘛！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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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呦呦呦！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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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呀呀！啊，好可爱！哎呀呀呀！飞起来了，风筝！飞起来了，风筝！欢迎大家来到赛里木湖。1314的含义是因为景区面积是1314平方公里，也有一生一世相偎相依的寓意。朋友们，我们的赛里木湖之旅就从1314开始吧，尽情打卡、拍照片、拍视频吧。每组家庭风格都各不相同，有的旅行感。咦，这个好看，这样好看。好了，这里最好看。OK。太美了吧！有的有趣，还有热烈亲亲。快点亲啊，亲啊！还有的奇奇怪怪。哦。哇哦！耶呀，那个小伙子也疯了。哎，爸爸！我们在哪里？赛里木湖。转个圈。我们在哪？赛里木湖。3、2、1，美丽的赛里木湖，我们来了！出发去看湖 ，Go Go Go！ 听说这个湖有一个传奇的故事，投石许愿呢。要许愿的可以喊出来。我希望早日结婚，生俩小孩儿。哇！这一季我们不会害怕。扔！有惊无险，又一年。我希望上市成功！一定上市成功！我希望 Mario 可以梦想成真。
我希望千羽一辈子都开心。哇！我希望大雄说的能成真。千羽的开心对于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对我觉得别的都其实不是很重要。我希望以后去的每个地方都有大雄陪着。哇！我瞬间鸡皮疙瘩起来了，我去！哎呀，太甜了这个。我希望世界和平。我希望爱的休学旅行所有的愿望都实现。Hello， 妈咪。Hello。我给你看，我们在这个新疆，赛里木湖。不是天池。对，然后你看，摄像大哥，转过去看看。哇，很漂亮那个地方。哎，我给你看最漂亮的，我给你看最漂亮的，看着啊。你好無聊。我哋而家2條大雪條。可能啊，着衫啦。着咗好差多件啊。我可能3號如果咩我想見下新新。好啊好啊。嚟啊，嬲我記住我，隨時打佢。哦。咁你3號嚟嘅話，我哋都喺度。嗯。因為阿欣我要飲下午茶啊嘛。即係你錫阿欣多過我啦。哦。得啊。佢唔得啊？得，好啦，我哋繼續去行，我哋行嗰個湖邊啊。係啊。哦，頭好凍，老公，我要戴那個帽子。真係好凍。8年前我来这找你，我好像拍过这种水的照片。有，你都有。8年了。不是那时候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坐飞机，坐那么长的时间的飞机。那你害怕是吧？那时候真的有一点。最远的一次探班。再次来到赛里木湖，感觉怎么样？你呀？我。今天的赛里木跟那天不一样了。可能心境也不一样了。修行之旅，就调整自己的心态吧。就人一辈子就3个关系：人与人、人与世界、人与自己。你到最后处理的更多的是跟你自己的关系。站。哇，好帅哦！站。王子，你快跑过来！我的王。站。那时候有觉得我是王的女人。我在湖边上站着，看着水一浪一浪的往岸上涌，跟8年前我在这个地方，水还是这片水，山还是那片山，世界呀，更多的还是跟自己有关。我觉得我跟小明在一起了之后，我得到了一次很宝贵的机会，去建立一个没那么复杂的家庭。低头过自己的生活，外面的声音没有那么的重要，自己的生活才是自己的。就追着跑。我就是很感谢他的出现，他的存在，就是打开了自己的心。我去更多的要爱莎莎，增强我们的信心。我希望
我能达成这3个目标。我那边的简直就是画吧那儿。我觉得最幸运、最幸福的事儿是2个人对彼此的了解，而且是双向奔赴，所以我觉得这个状态真的特别好。今天我就突然看着那个蓝色的湖，我就想起了一首歌叫《First Love》。在我心目中，这首歌就是跟爱的人听，然后在一个蓝蓝的画面面。本节目由双晶维生素 D、双晶钙锌赞助播出。双晶骨营养专家为爱出发，盲盒月月开好礼，带你现场看综艺。动感地带芒果卡邀您观看《爱的休学旅行》。哥哥姐姐们，现在我们去灯塔吧。这太美了，好漂亮！我这水好清啊。是。杨大佬，手拉手不？哎，你们俩走过来，那个什么，你们2个走过来，用超模的走过来。啥意思？2个男人往前走的感觉。来，一定要有超帅哦，走过来，一定要很超模。3、2、1，开始。啊，这太好了！元哥故意的，他故意给我让了3分气场，他故意的，你老公故意的，故意的。哥哥姐姐们，我们今天在灯塔有一个爱的练习。今天我们学习锁住幸福的秘方，也是家庭成长的第9课，爱的9字真言：对不起，谢谢你，我爱你。老婆，我爱你。我说我爱你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句话是要大声说出来的。小时候就是我妈妈不会去跟我说我爱你，因为他们表达爱的方式都在细节里。你也知道，小时候爸会陪我踩单车嘛，我长大了才知道，他对个几岁的小孩关注他什么时候从4个轮的单车变3个轮到最终2个轮。现在回想起他80几岁陪我们踩单车，其实就是他那个表达爱的方式嘛。但是我对下一代、对小孩和对你，我觉得会更希望是有声的表达我爱你，所以我爱你了。寄居，谢谢你平时一直都会跟我说我爱你。其实你也知道的嘛，我经常会问你，你爱我吗？你为什么喜欢我？你喜欢我哪里？怎么个喜欢法？对，我就是很喜欢重复确认别人是不是爱我啊，爱我哪里啊？所以你本来就很愿意表达，然后每一天都愿意跟我说你爱我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安全感，让我每一天都觉得挺开心的。谢谢你。那我们以后就是要跟家里的人也都多说 I love you I love you。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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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你先说。
我爱你。哦，好。因为我觉得以前我一定会选，要么选对不起，要不选谢谢你。因为你本来只想简简单单、安安静静的做一个演员，但因为遇到了我，然后让你背上了很多很多不好的评论，所以我也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对不起。但是后来是你教会我，我们在爱情当中不用言谢，也不用说对不起。因为只要牵你的手，就决定好了所有的事情，就该一起经历，就该去一起承受。不管是为你所付出的，还是因为你而承受的，都是应该的。以前我非常害怕我身边的人会离开我，所以我经历过一些感情，但是在那个里面我非常没有安全感，我用力的抓，然后让感情流失得更快。但是我现在非常开心的往前跑，跑得很肆意，很自由，你填补了我所有缺失。所以我觉得不用对不起，也不用谢谢你，我只想说 I love you。你在我的眼中泛金光。好，谢谢。我爱你。我可以企埋少講啦。那我先说，我想说谢谢你，谢谢你带给我很多的快乐，很多的旅途都是因为有你，所以才会玩得很开心。我觉得就是有你在身边，无论去哪里，快乐都是加了很多倍。因为生活当中可能真的很少跟他这么认真的说一次谢谢吧，因为有时候我们挺容易把另一半做的事情当做理所当然的，就比如说我的嘴巴里面长了东西之后，早上就默默的给我切了个猕猴桃。你要不要吃一个奇异果？谢谢。我很想吃店里的蘑菇拌面，之后他早上给我弄了个拌面。啊，你哪里搞来的蘑菇？今天早上偷偷去买的。其实那个人也不一定是必然要帮你的，他帮你只是因为他爱你而已。我想先跟你说对不起吧。因为我以前就很多事情只是抱着冲动幼稚的心态，用错的方法去处理我们之间的感情。这一次来爱的休学旅行之后，我觉得真的是亲身第一次去感受到你平时工作有的节奏。现在回想起来，我以前还会在拍戏的时候还令你担心，或者是有情绪的跟你说话，我觉得真的是很难过吧。因为我觉得就这几天很累的时候，就不想去处理另一半的有志的情绪吧。然后我现在能够更好去控制自己的脾氣跟情緒，所以我覺得後續我們的未來是光好明朗的。我會用我們下一輩要走的這一段路去彌補曾經錯的方法。我愛你，我愛你。
老公，谢谢你对我的照顾、包容和对家里的付出，所有一切。I love you， 我爱你哟。既然你说谢谢你了，本来我想说谢谢你来着，因为每天我们都会对对方说爱你哦。那今天我想在这里对你说一声，对不起。这个对不起，代表以前跟你分手那些时间错过了很多东西，让你流泪了。这个对不起，也许代表未来。未来呢，不知道哪个地方哪一天有什么起床气让你觉得不开心了，我提前跟你说了，谢谢你能成为我的爱人。最后跟你说一句，我爱你。谢谢你 ，Love you， 让我永远爱你。好了，好了。我要说的就是我爱你。从一开始我们就很喜欢形影不离的相处，就是我在哪儿你在哪儿，你在哪儿我在哪儿这种。然后你上班我就上学，虽然那段时间也没有多长，但是就觉得稍稍微微不是很适应，觉得其实你在我身边就好了。我特别特别爱你，我特别特别爱你。我俩从来也不会吵架，我觉得特别好，这样可以一直跟你的爱情的保鲜。然后关于保鲜，还有就是我们一直能说情话。有一回之后说我不说情话了好不好，然后你就哭了，嘿嘿。不过到后来还是一点点坚持下去了。我还是很期待以后继续和你的日子。其实一步一步这么说过来，我们之间一件一件小事这么拨开，我觉得特别有触动，心里觉得这个人是我的人生礼物。其实我也最喜欢咱们形影不离的最初的几个月，那段时间我都觉得很治愈的一段日子。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这种感觉，或者说信赖，或者说依赖，就觉得能够遇见你是不敢想的。其实像我的经纪人啊什么的，都会觉得，哎，我的行程都在围着你绕。但是呢，我觉得没有什么。谢谢你的出现，希望我们走过更多的地方。走，走了。走吧。对不起，谢谢你，我爱你，9字真言，给我们学会表达感情中的承诺、珍惜、感恩，既说与对方听，也说给自己听。因为那个地方挺美的，美好的话语应该在美好的地方表达出来吧。
其实我觉得我们俩以前最大的障碍就是我们都不太对对方表达很多，但是我觉得我们在灯塔之下对对方这么真诚地分享了这么多自己的感受之后，我更有信心我们以后肯定会更好。既然你爱，那就应该表达，因为如果表达少了，别人不知道，会是一个人生很可惜的一个事情。哥哥姐姐们，今天是新疆的最后一晚，所以我们男生也想单独来一次男生之夜，吃烧烤，聊聊天儿。我们女生就是睡衣派对主题，大家卸个妆、洗个澡，就怎么舒服怎么来。好，睡衣，我要找我的那个睡衣的裤子。太好了，我可以穿这个。我要卸妆，耶耶耶耶！走吧，哥哥们，男生之夜搞起来！撤，我们走了，拜拜，拜拜。这感觉晚上好像没有今天下午冷，对吧？啊，对。哟，看一下月亮，哇，15的月亮16元，哇哦！哎呦，你感觉很近呢。这狗应该挺大，听着。哥，他骂你呀！又听懂了。对，我属狗的。咱这一溜达，全村的狗都叫了。对，村里来新人了。这感觉很远，就是真的在交流哎。有人来啦，没见过，要不要上？等一等，他们人多。哎，在这边。哎，到了，咱们就来了嘛。呀！哇哦！羊排。哎呀，这还有新疆炒米粉哎！哎呦，哎，这是缸子肉，是缸子肉。羊汤啊！哎呦，羊汤好。边吃边聊啊。哦，好的。一伟哥，你跟丹姐到现在，因为什么事儿就是能让你记得清晰的，就是因为你让她吃过醋。我不知道，你没感觉？我们俩不太会聊这个话题，说她对于什么没有。那你觉得丹姐她是那种会吃醋的类型吗？应该也会吧，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啊，我猜应该有，但是没有那么去讨论过。我觉得女生吃醋，她可能不会告诉你我吃醋了。但你说她会不会有这个感觉？我相信应该会有，大部分女生都会的吧？应该会。我们男生也会吃醋啊。我们有个规则，就是过了晚上一个点，不能跟异性发消息。免得让别人有那种误解。但这个事情的这个规则的这个由来，就是有可能是来自于这个吃醋的这个点吧。其实我还是有吃醋的。他经常跟我们班同学打游戏，然后他说：“哎，哥哥，那个拉我进来，跟你们一起打一会儿。”我说：“走，拉什么拉？拉我的。”那你呢，大雄？有，他会非常吃醋。特别是我在包着我们的贵宾狗狗的时候，亲狗的时候，对狗吃醋啊，狗它都吃醋。没有，就因为我可能不是一个很温柔的人，但是我可能包着我们的狗的时候，就会好像当一个是自己的宝宝一样去抱啊，去亲它。他就会跟我说：“哎，你为什么
永远都不会这样包着我，或者是这样子亲我的。那我就说啊 ，sorry， 不好意思。我们不用问你啊，早知道你吃醋了。我咔咔吃，咔咔吃，我咔咔吃，吃的多吗？那你这么说，他前2天他看那个《封神》，他说吃沙真帅，然后我就回家，我就哎呀吃沙嘛，这不是吃醋啊？哎，我想听他师姐的醋。对，一次人生里没有，完全没有，完全没有。那我问你，你给姐姐制造过惊喜吗？比如说有这种想做惊喜的时候，因为我不是一个喜欢惊喜或者惊吓的人。我记得我有一个，就是我跟佳妮要结婚之前，就想应该再有一个多少正式一点的这个求婚吧。特别逗。我大学室友他过生日，说燕林一起庆祝过个生日好不好？我说行，我给你张罗。我们大家给他做了个蛋糕啊，放这儿了啊，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然后庆祝完了，我说那给他庆祝完生日，庆祝完了，那就帮我庆祝吧。然后咵，一切蛋糕，我送他这个蛋糕里放着一个我跟佳妮求婚的戒指。他们唱着祝你结婚快乐，祝你结婚快乐，而下就这么回事。这是算我在结婚之前给他的一个小惊喜。对，对。你有想好怎么求婚了吗？你怎么想？有，来说一下点子。对，咱们可以给他出点点子。我想今天一天是 lucky 的一天。就从早到晚，比如早上起来就出去陪他出去逛街，然后以捡钱开始，然后再到某个抓娃娃机前，就让他抓到比如我家狗那种形状的变木的玩偶，然后接着再到那个饭店，说什么你们是幸运的什么几号客人，然后到晚上看到别人求婚。就别人去一大群人，然后中间人跪下，然后天上无人机飞着那种，然后我就问他，你说你羡慕吗？他说如果他说羡慕的话，说来哥们儿戒指给我吧。哎呦，这样求。那如果他要说不羡慕呢？泡汤了呀，这句话。因为他跟你在一起，你所做的一切他都支持的，都是因为爱你，对不对？对呀对呀。然后他看这样这么多，他又为你考虑，又爱你，又害怕你有压力，然后跟你说我不羡慕。不羡慕，我有退路。这句话说的时候，这方案肯定是毙掉的。因为他跟你在一起，反正这是毙掉的计划。对，反正这是毙掉的计划。我以前就是会。因为我比较仪式感，我以前就觉得要组织大惊喜啊，那种大场景啊，像我追他的时候啊，或者是那个求婚啊这种。求婚的话题嘛，因为我们基本上没有提过这事情，但是我觉得，就是有点阴谋。为什么呢？因为。我从小出去读书嘛，那就会有一种就是求婚应该是一大班朋友都在啊，然后是有惊喜的部分啊，就是搞得比较那样子会让那个女生觉得特别幸福，就是花很大的心思做这个事情。我们没有弹过吉他，专门学，我们还特意练了什么1-2个礼拜的舞。然后我喊上了，就是所有就是从国外的朋友又好，都飞过来，然后聚到一块，然后花了很多的心思设计每一个环节，但是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别人拿来笑的一个之类的。为什么呢？你学这些东西，这都是很用心的一件事。我是很开心的。对啊，这只是说这个事情之后就是被，就是放大的很。
那你自己是这个事情，是你自己做，你自己想做，是只在对方眼里的，为对方去做的，在对方心里的，所以你们感觉到彼此的快乐了就够了。对。以前我可能会避开这个话题，变成了一种下意识的习惯，但其实那个纪录片，那个能让我每次看到流泪的纪录片，包括他的家人、他的朋友、他自己都过了一个这么值得美满回忆的这么一天，大家都玩得那么开心，其实那才最重要。这是一个惊喜，对于我来讲说是一个惊喜。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就是差不多就是要谈婚论嫁结婚了，哎，但是还没有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准备要干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有点偷偷摸摸、鬼鬼祟祟，我就已经感觉到了，对，就我感觉到他这个很鬼祟之后，我就告诉他说。哎呀，万一我们以后有一天你要跟我求婚啊，我不希望就说我当时很丑的啊，蝴蝶然后我也会，我懂那个意思。他就说我想做这个事情，但是你能不能不要问我要做什么，也不要他做得很好，也不要去发现。他就是跟我有这个约定，他说你可不可以这样子？他当时对我有一个要求，他说你能不能准备一个粉红色的裙子？我说你要什么样的？我说能不能就是。具象一点，对，具象一点，就是你是要长的、短的，还是飞起来的？哎，这是什么样的？我们女生、男生可能看裙子都一样的，我们女生觉得不一样嘛。他当时真的就搜索了一个颜色，你给我看看，就是一个色块这样子的一个粉红色，这个粉红色，我说。这样的粉红色穿在身上应该很难看吧？他说我为了那一天准备很多，你能不能就只答应我这个一个要求，你穿一个粉红色裙子，就是要类似这样的。我就想说他也很努力啊，那我就配合一下，对吧？也是很用心的，我就去买，哎，找，就是最后就是找了一个裙子，他就说你把那个裙子给我就行了，到时候你就听从安排。我就说好的，就给他了。然后到了那一天的前一天，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一点新闻了，因为有布置嘛，现场。哦，是在商场里，对不对？对啊。他当时就跟我说，你从现在开始不要打开微博。他真的跟我说你不要看，你说如果你看的话，我要把你的有点小幼稚。对，他就是一个很幼稚的人。为了这个惊喜，你也够辛苦的，所以也不能你不要告诉我，我不看，好，我不看，我觉得有感觉。就是他是有一点在自己的世界想象里面，他真的很动漫里的，对，很中二，然后他又觉得很完美化，他觉得他能做到。
然后那一天他反正就到了时间，他就让他妹妹带我去那个地方。到了那边之后，就咔，这个流程就开始了。就是比如说他请了人来跳舞啊，然后有他自己扮超级玛丽的这个场景啊什么的。他的好朋友演那个大怪兽，他用那个塑料球丢那个大怪兽。玛丽奥打完那个怪兽之后，他就把我牵上了台，说我是那个桃子公主。反正就是也很可爱，我也觉得挺开心的那一天。但是当时呢，这个婚礼的时候，网上就有人评论说啊，就是都是粉红色的，看起来不太时髦的样子。我现在都不敢说这个字，就说这个字对。那我心里没有觉得土，这有什么土？我觉得很可爱的呀。然后别人有问我，那个你觉得怎么样？这个求婚？但其实我当时说的是网友觉得很土，但是呢，被剪没了。然后就上了个热搜，变成我觉得网友2个字，咔嚓剪掉。他这个就求婚很土，然后 Mario 就有点伤心，他就觉得是我真的说了这个话，因为他一开始看到就是在新闻上面说土是不是？所以他就觉得别人可以说我，你不能说我。他会难受的。对他就是蛮难过的那天。所以来，现在由衷的评价一下那一次的求婚的那个感受。老公，这是世界上最好的求婚，我爱你。Love。其实那个求婚对于我而言是既开心又感动的。这样子的出场，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呢？相信你也能猜到了，今天西木瑶，我是要来向你求婚的。你是一个很有爱的女人，你对我的爱真的是无限大。无论是发生什么事情，无论是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都会把我的事情放在第一位。跟你在一起之后，好像自己多了一个很重要的伴侣，多了很好的一个 partner。无论是开心的事情，不开心的事情，我都有一个人跟我去分担跟共享。能够遇到你，跟你过日子，是我人生最幸运的事情。我很珍惜，我也很希望这一份爱情能够延续下去。也是因为这些原因，我家里的那么多位成员，大家都是双手打开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家庭。要求婚啦！咁我哋要好恭喜明加我哋呢個大家庭啊！反正那个命，恭喜你。然后因为呢，从今天开始我就自由了。对，自由了。然后呢，我们一句话送给你，这是最重要的。Mario is wrong and welcome to Team Ming because welcome to the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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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mily。你就是他的 the one， 我祝福你们可以开开心心白头到老。还有就是 welcome to the family。Mario， 小明，看到你们今天非常的开心啊！小明啊，你来到我们这个家庭呢，我会像对待我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对待你的。我们的大家庭欢迎你，你答应他吧。宝贝，就过了这么久，我们
过了这么多的难关，我们能够走到这里，我能够牵着我梦中情人的手，有机会问你，你能不能变成我的这一辈子？能不能答应我？奚梦瑶 ，Marry me。I say yes. She said yes.嗯，就是这样子。我有一个跟你类似的一个，大概3年前的事情了。我有一次在他手机里面，就是他不是经常会帮我拍照嘛，然后我想把他拍我的照片 drop 给我自己，然后在点的时候，看到了一个钻石的照片。戒指，就是只有一颗石原石，他可能会用原石去打。对，然后就肯定会想到啊，那有什么原因他无端不会突然买一个钻石给我啊？然后我就想到，哎，他是不是又求婚了？但是呢，这个我一直都没有问过他，因为我不想破坏掉，就是我不能破坏这个惊喜，我觉得他会有点难过，所以呢，我就假装不知道。但是很奇怪的是，过了1年，他都没有求婚。1年，哎，你蛮忍得住的，真的。要是我就问了，就我已经有点忘记了我看过这个戒指的照片这件事情。然后呢，就有一年我的生日的时候，我的朋友的那群闺蜜就突然他们就说，啊，你要讲一下你的生日愿望，我们要给你切蛋糕，所以你要上个麦，我们拍个影片。然后我就去房间，然后化妆师就给我弄，就一直弄我头发，弄很久。我就想说，哎，弄完了吧，我可以出去。他说，哎，不行，这里差一点点。然后就弄，但我也没有想多，我以为真的是他要求比较高嘛，好看。然后我出去之后，我那群朋友就看着电脑的屏幕，然后这样转过来，然后每个人都眼泛泪光，我觉得很奇怪。哇，我生日有那么感动，不就生个日而已吗？我就切蛋糕 OK 啊，你们别哭啊，就是我就觉得很奇怪，然后突然都过来抱我，I love you 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哇，好太奇怪。然后这时候我的最喜欢那首歌就放出来了，然后我就一回头，然后看到那个车上就一束很大的玫瑰花。然后他就从背景板后面噔噔噔噔穿西装笔挺这样走出来。我做咗好多 research 咧，話今日咧係通常做咗幾多 preparation 都會好咩都係會唔記得晒，而家的而且確係咩都唔記得晒。咁啊。Would be willing to be with me forever. So I bought this ring for quite some time. She said yes. Wow, it's perfect. Perfect. Kiss, kiss, kiss. Mm. 所以是一个我完全没有任何预感的一个求婚。所以你的闺蜜都知道，其中有2个，因为她不想全部都知道，她怕有人演的不好，泄密了。对。那个钻石出现了吗？你就肯定要出现吧。但
我后面有告诉他，你知道吗？其实我1年前已经看到这个照片，他真的很近啊，他1年前你已经看到了这样子，因为这个原石他要选完之后，他不要还要去拿去设计加工嘛，对吧？对，所以对放了一段时间。我有过一次，周先生从来不搞仪式感的这个人，然后在我们有一段时间谈恋爱，大概1、2年的时候，我去拍戏，然后某一天我突然间找不到他了，发信息也不回，然后我就给林家川打电话了。我说周先生人呢？怎么信息也不回？他说啊，他在飞机上呢。那女人的第六感特别直，他来找你了。他来剧组找我了。然后我说他是不是来找我了？林家川啊什么？啊，我刚说什么了？没有啊，我不知道啊。这个朋友，就他也没想到我直接就说出来，他也慌了，他感觉他坏事了。但是难题就在我这儿了，我已经知道他要来。而且问题是，他得先到我的房间等我，而房卡是在我这里，而我的发小要回去提前开门。你想这个事情，我又能知道了，对不对？对。哇，你都不知道有多难。最糟糕的就是要进房间，他一定在房间里面，你都能够预见得到。但是你要告诉自己，我要当没看见，我要当不知道。对，要怎么演？怎么演？然后你知道我都在门口，那待会怎么演呢？我告诉自己信念感，演员的信念感里面什么都没有，什么人都没有，然后还假装在外面坐一会儿，这样没往直接往里面去，是吧？这样显得更自然，自认为会更自然一点，叫他坐一会儿，然后说哎呀，我都有点累了，哎呀，那算了，我进去洗澡了，我先洗个澡吧，然后再往里走，你知道吗？然后他就坐在我的那个化妆镜那个前面，你怎么在这？好浮夸呀，好羞耻。哎，他现在知道你是演的吗？我也不知道，他知不知道？哎，我忘了他当时，那就肯定了你的演技。如果他不知道的话，但是我觉得周先生有可能也在演。但是我们彼此都至少没有说破那个事儿，因为就算我提前知道他要来，但他来的那个事情我是不知道的。那我觉得对他而言，不管他看出来我已经知道还怎么样，他至少会觉得说我做了一件让我媳妇儿很高兴的事情。只是不过在当中2个人稍微有点辛苦，就不知道谁在演，2个人都在拼命演。那这算那个表演算个善意的谎言。所以我不喜欢惊喜，我超级不喜欢惊喜，我就怕我被我发现了，我还得演我在惊喜当中。所以我们2个就有点就相互约定，就有的时候会的，你说潇潇会不会给你一个浪漫的求婚？我觉得他反正我看他的记录里面是有那个记录，对，就是抖音什么的，就是搜过这样。看过，他搜过，但是就是他会有一些就是其他的想法。你们有没有就是说跟男艺人传过离谱的绯闻？男艺人，我认识的男艺人就是我老公。你就传过，对，最后我们在一起了。就我没有谈过任何圈内的男朋友，但我小时候经常就是随便旁边站一个男的都被拍，就是会说是我的什么什么，就跟这个男生可能是。只要你在空窗期，一定会有人帮你往上凑啊。不是空窗期也有啊，真的就是随便，就可能那一张图片，然后就可能是2个人刚好把其他人裁掉那种。但是他也后面就编不出来了，因为没有再有见面什么的，没有下一个故事。那你们曾经因为什么事吃过伴侣的醋？正在回忆中。对，我得找前面的记忆了，因为我之前的那个吃醋的体验都已经分享完了，就没有了。哎，那不是潇潇吃醋吗？就是他同学嘛，就只有这个一个机会，因为他没有什么女的朋友，联络都不要联络，掐死，后面都没了。但我有过一次，就是那时候我在组里，然后一般组不都有个群吗？但是他们组有个女生呢，就专门做了一个她的搞笑头像发给她，单独，我就很不喜欢。你的表情好有杀气啊！突然之间，我就当时就真的很不喜欢，我就觉得说，
为什么别人都不做，他不做别人，为什么要做一个你已婚男人的？有什么意思吗？那如果他把所有男演员都做了呢？对，只是刚好你王彦霖的发给了王彦霖，但是反正我当时就不喜欢。不，只要老婆不乐意，没有任何理由。对对对，是不是？是同意。老婆不乐意，同意就是不对，就是这个标准。他也没做什么，只不过我看他说你可以看，我说反正我不喜欢，我就是不喜欢这样。get。哎，男生们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已经12点23了，他们在干嘛？还在搞啊？真的玩嗨了他们。古董啊，玩嗨了吧？眼神都这样，你们进来。哦呦，你穿那么少。他更strong。要不要喝一口？大家一起。可以啊，哎，我们来喝一口吧。干杯吧！来，一人一口，仪式感。辛苦啦，辛苦导游，辛苦啦，辛苦了，不辛苦。感谢彦霖哥，特别感谢你这几天生着病还干得那么好。哎呀，我觉得彦霖跟佳妮从第一天导游的时候，就让我们所有人都感觉到一个很轻松的一个心情，前所未有的自由感，让我们整个团体都在一个很热络、很开心的氛围当中。今天来的观众真不少，我向大家问声好。还有他让我们很休闲，第一天女生们按摩，然后第二天直接就给我们安排过去了。缓缓的吐气。哇，我手变得好嫩哦，我的手好久没有这么嫩过了。一边按一边双排。哎，我头一次觉得一维哥这么年轻，老狠了。他无论是感冒有多不舒服，他也会尽量去保持他那个永远很嗨的一个状态。哎，你有没有一点鼻塞的感觉？我就是伤风感冒。因为他当导游之后，然后一直在生病，然后佳妮也挺不容易，但是也获得了一个即兴的一个成长。出发，你们先上，出发。反正他们也很在乎我们的感受，一直问我们想要什么，也比较细腻。没有带钱啊？我们带了。我有。没事儿。好，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礼物，这是一维哥和丹姐的。哦，在这儿，对，谢谢。对，这是你们的。哦，谢谢。对。走。好，走起来。来，大哥大嫂。哇哦，漂亮，好看。恭喜西门遥和尤军成为景德镇站的导游。景德镇是我国唯一一座用皇帝年号命名的城市，坐拥4大名祠：青花瓷、本彩瓷、玲珑瓷、色釉瓷，是年轻人最爱的玩瓷打卡地。恭喜您！1000年窑火不息，瓷器连接世界。我们现在集合，晚1分钟罚100块钱。少多少钱？你自己看一下时间嘛。真是有点紧张了。我们有一个上任的宣言，我读一句，你们读一句。为什么我们也要跟读啊？你现在是质疑导游吗？不用当了，这个团长。我有收到过别的男孩子对我表白的那个信息。不是说你结婚了吗？姐姐有魅力啊，这个事情你又不能阻挡别人对你有欣赏的。我之前有一段经历，很王子病的一个男孩子，见家长他们没有经过我同意，当时觉得我像一个被检疫的猪，感觉让我很不舒服，不受尊重。所以你有可能对别人动心吗？我完全不能承诺，对，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能否一辈子爱一个人。我们需要担心一下小熊吗？你们也可能需要担心。我特别不喜欢听男生说很甜蜜啊，怎么样一辈子，我就觉得哇，好假。我很喜欢听哎。
请用10块钱为你们的伴侣创造一份难忘的幸福。给你买了一对耳环，先生真的吗？怎么给了我个小盘子？真的没有。大熊，我的呢？忘记了。觉得很诧异，为什么？所以我没有礼物是吗？对，不开心。打電話給自己的一位好朋友。Hello， 喂，兄弟喺邊啊？做乜嘢啊？最近喺度思考緊同小明嘅關係。咁咪黐我線啦！嗨，誰啊？這還能是誰呢？我打給那個阿 sa， 我想讓你說 Brian 的一個缺點。缺點就是所以蠻多女生喜歡他的，挺難過的。但是我覺得不是很重要。我打給孟佳，你有刷到我們的視頻嗎？你是什麼樣的印象？我說很直接嗎？你不是裝天真，你就是比較犯錯了就說對不起嘛。我確實知道做錯了什麼。我覺得各種聲音我本來就應該要承受的，我也希望就是你不要被影響。大家好，今天我们学习家庭成长课的第8课，爱的9字真言。锁住幸福是有秘方的，那就是学会说出这9个字：对不起，谢谢你，我爱你。既是说给对方听，也是说给自己听。学会这9字真言，让我们的感情更加坚定。首先是小马和小明，小马先说，在他们俩的关系中，他是更加主动的。他能够懂得上一代把爱表达在细节中，而自己作为新的一代，不仅要有行动上的表达，也希望有更多言语上的表达。小明很好地呼应了小马。寄居，谢谢你平时一直都会跟我说我爱你，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安全感。在这一点上，2个人是非常一致的，他们的关系会更加的顺畅和谐。朱丹的爱的练习很有趣，从对不起变成了我爱你。是你教会我们在爱情当中不用言谢，也不用说对不起。原来他会觉得自己带给爱人更多的负担和压力，但是现在他感动于爱人愿意无怨无悔地与自己共同承担压力。周一围表达得非常简短，你在我的眼中泛金光。好，谢谢。我爱你。虽然简短，但是这句话分量很重，让我想起一句名言：愿我的爱像阳光一样包围着你，而又给你光辉灿烂的自由。千羽在讲到伯雄对他的照顾时感动落泪。确实，伯雄是一个值得珍惜的爱人，他既爱千羽的灵魂，又能照顾他的生活。伯雄对千羽说的是：我想先跟你说对不起吧，因为我以前就很多事情只是抱着冲动幼稚的心态，用错的方法去处理我们之间的感情。我们可以看到伯雄是一个很有反省能力的爱人，他希望让自己不断地变得更好，从而给予对方更多的幸福。在燕琳和佳妮的爱的练习中，佳妮选择说的是2句积极的话：谢谢你和我爱你。同时在说这2句话的时候，她处在非常积极的情绪状态中，像一个快乐的小孩。燕琳则选择首先说的是对不起，既包含着过去，也包含着未来。当我们说对不起的时候，事实上也在许下承诺，对不起的背后是我未来行动的承诺，这才是真正有分量的对不起。在潇潇和莎莎的爱的练习中，2个人都很怀念在感情初期朝夕相伴的那段时间。那段时间2个人好像处在共生的状态，不分你我，彼此依赖。在潇潇的内心，他理想的爱情状态是没有外界的干扰，他全心全意地照顾自己的爱人。莎莎提到，在他30岁的时候，外婆去世，这让他关闭了自己的心门，从此不再流泪。但是潇潇进入到他的生活之后，让他再次拥有了可以流泪的能力。我们知道，一份温暖的关系可以让人变得温润，
从而可以更多的充分体验自己内心的各种感受。所以我很开心，莎莎能够重新打开心门，勇敢地去面对爱情中的痛苦与幸福。我们很多人都可能或多或少地在感情中受到过伤害，我希望大家都能勇敢地迈出那一步，无论何时都拥有再爱的勇气。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话题“爱的休学旅行”，实时获取节目精彩幕后花絮。上微博搜索话题“爱的休学旅行”，参与互动，开启夫妻休学之旅。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新闻客户端澎湃新闻，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新社，深度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深度文旅合作媒体中国国家旅游，特别合作同程旅行、去哪儿旅行、妈妈网孕育、美柚、亲宝宝、检票集团。